不懂放弃，往往失去更多。各位尊敬的来宾，亲爱的朋友们，大家好。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一个深刻的主题，那就是放弃。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挑战和诱惑的世界里，无时无刻不在面临各种选择。然而，懂得放弃往往会让我们获得更多。今天，我想通过一些故事和观点，来阐述这一深刻的道理。首先，我想分享一个古老的故事。从前有一个人，经过长途跋涉，非常疲乏浅渴。他突然发现一条竹筒连成的水道，里面淌出清清的溪水，于是他赶紧跑过去捧水便喝。喝饱之后，那清澈的感觉和丝丝的甜味仍在嘴里回荡，但他却喝不下了。于是他对竹筒说：“我已经喝够了，水就不要再流了。”他说完后，发现溪水依然细细的流住，仿佛还在引诱自己去喝。他不禁有点生气，我说我喝完了，叫你不要再流，为什么还流？有人见到他这个样子，觉得好笑，便上前开导说：水自是一副流淌不息的，与你何干呢？你既然已经喝饱了，为什么还不走呢？是呀，喝饱了，为什么还不走呢？这个简单的故事其实揭示了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一个普遍现象，世人挣扎和纠结的七情六欲，正如这溪水一样，是长流不止的。我们往往无法满足于一时的快乐，总想要更多，这就像那位喝水的人一样，虽然已经喝饱，却还是希望水能为他停止流动，这实在是荒谬。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，我们经常会面临各种各样的诱惑，无论是物质上的享受还是精神上的满足，我们会对这些缠人不休的欲望感到疲倦和厌烦，心想这些诱人的色声香味不要再来到我的面前了，使我眼见心烦。可是欲望依然如旧，不断纠缠人心，于是人们就按捺不住要大发雷霆，并再次诅咒：我要你立刻消失，永远不要再出现，不要再来纠缠我，让我一见就心生烦恼。这样的行为是不是很可笑呢？我们居然要求诱惑如同流水一样为我们停止。然而殊不知，佛法大道也好，诱惑烦恼也罢，都是有其自身生长运行规律的。佛法本不是为了普度众生而堂堂奔腾，诱惑也不是为了挑逗我们才涓涓长流。万法本闲，为人自闹。其实一直是我们自己在那里庸人自扰。佛门所讲的因果缘起，其实就是这个世界的运行法则，而欲望贪恋则是人是万物的本性之一。我们无法改变这些规律，但我们可以选择自己的行动。与其祈求那些亘古有之的规律和万物根深蒂固的本性为我们所改变，不如自己做出果断选择，抽身离去。让我们从生活中的一些例子来看，我们抵制不了山珍海味的诱惑，但我们可以减少不必要的应酬，和家人温馨的待在一起，自然就会降低对菜色酒味的要求。我们抵制不了功名利禄的诱惑，但我们可以不去参与那些关于谁发了财，谁升了职的闲聊，和父母谈谈他们的过去，和孩子谈谈他们的未来，自然可以让我们忘怀得失，身心愉快。我们抵制不了健康长寿、青春美丽的诱惑，但我们可以不去关注那些明星代言的养颜产品，和有学识、有涵养的人聊聊天，会让我们自己的气质也发生质的转变。比起养颜、养气，才是无需化妆的，是对身心更好的保养。然而可惜的是，懂得及时抽身离去的人并不多。虽然急流勇退、壮士断臂等成语我们时常提起，却没几个人能真的做到。更多的人则是舍不得那好不容易得来的甘泉，想多尝几口，结果却被激流无情地冲走了，最多只是为我们留下一个又一个反面教材而已。在宝藏经就记载了一个发人深省的例子，有个珠宝商人叫比舍，同时他也是一个经验丰富的航海家。有一次，比舍带领500商人驾着几艘船入海采宝，他们一路顺遂，很快到达了珠宝产地。商人们登岸后，看到遍地的宝石，便贪心的搬运，转眼间所有的船都被耀眼的珠宝装满了。但商人仍不满足，眼看船只都要被压沈，比舍不断劝告大家不能超载，可是被贪欲迷惑的人们听不进他的劝告，他们宁死也不舍一粒珠子。无奈之下，比舍只好把自己船上的宝石全都抛弃，驾驶着空船与满载而归的船队离开。
果然，船队刚刚入海，超载的船全都沈入水底。幸好还有比舍的空船，他将500客商呼救出海。当500商人坐着比舍的船到达大陆后，一个神出现在海面上，将比舍抛弃的珠宝全都还给了他。比舍失而复得，十分欢喜。他看住其他人憔悴烦恼的样子，于心不忍，于是又把自己失而复得的珠宝与众人平分。商人们想获得更多的宝石，不懂得知足常乐、及时抽身的智慧，结果差点连性命都失去了。由此可见，不懂放弃的人往往会失去更多。所以做人不要太愚痴，不要贪图一时的荣华富贵，这些都是疏忽消失的因缘，很快就会属于别人了。正如近代高僧跋陀罗所言，不解良缘与善缘，苦贪名利日忧间，岂知注视金银宝，借汝闲看几十年。我们应及时转身，去寻求真实不变的因缘，找到自己清明自在的本性才最要紧。人生在世，面对种种诱惑与挑战，我们应该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，不被一时的欲望所迷惑。只有这样，我们才能真正获得内心的平静与满足。在这里，我想再分享一个小故事，来进一步阐述放弃的重要性。有一位老人，他住在一个小村庄里，每天他都会到村口的一片树林里散步。有一天，他在树林里发现了一颗闪闪发光的宝石，这颗宝石十分珍贵，他非常高兴，决定将它带回家收藏。然而在回家的路上，他遇到了一位年轻人。年轻人看到这颗宝石十分惊讶，并且告诉老人，这颗宝石可以卖很多钱。老人听后心中也有些动摇，但他想到自己年纪已大，生活中需要的并不多，于是决定将宝石送给这位年轻人。年轻人接过宝石，十分感激，问老人为什么要将这么珍贵的宝石送给他。老人微笑着说，这颗宝石对我来说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能够放下对它的执着，这才是真正的智慧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放弃并不是失去，而是一种智慧的选择。当我们懂得放弃那些不必要的追求和执着，我们的内心反而会更加充实和平静。真正的幸福来自于内心的满足，而不是外在的拥有。朋友们，让我们在面对生活中的各种挑战和诱惑时，学会放下执着，选择智慧的行动。只有这样，我们才能真正获得内心的平静与幸福。感谢大家的聆听，愿我们都能在放弃中找到真正的快乐与满足。谢谢大家。非常感谢您的观赏，喜欢我们的影片，欢迎开启好运4重奏，点赞、分享、订阅以及开启提醒小铃铛。感谢您的观赏，我们下次再见咯。